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贵州女孩嫁入台湾豪门的故事，真是令人唏嘘又感动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转折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，命运的齿轮总在不经意间转动。我们的主人公叫王小柔，是贵州山区一个普通农村姑娘。说起小柔的身世，真是让人心疼的不行。她父亲是个十足的赌徒，常年在外欠债，回家就拿他妈撒气。小柔8岁那年，他妈被家暴致死，她就被送进了福利院。哎呀妈呀，这孩子命太苦了。福利院的生活虽然有饭吃有衣穿，但缺少亲情和关爱。小柔从小就特别懂事，成绩也名列前茅，但好景不长啊。16岁那年，小柔被人贩子骗走，差点被卖到偏远山区，幸好半路上被警察解救，但她已经不愿再回福利院，就在县城里打工，一边打工一边自学。命运不公，但我绝不认命，这是小柔常挂在嘴边的话。20岁那年，小柔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考上了贵阳一所大专院校。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，但对于她这样的背景来说，已经是奇迹了。大学期间，她勤工俭学，学习了英语和计算机。毕业后，在贵阳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。小柔的表姐杨丽也在贵阳，两人从小就不对付。表姐出生在县城，家境还算可以，从小就看不起小柔这个福利院长大的孩子。每次见面都要冷嘲热讽一番，搞得小柔都不想回老家过年了。机缘巧合下，25岁的小柔在一次外贸展会上认识了来自台湾的林家公子林志宏。这位林公子可不简单，是台湾知名科技公司的接班人，家族资产上百亿新台币。这小伙子第一眼看到小柔就被她的气质吸引了。据参加那次展会的同事后来告诉我，林志宏全程目光都没离开过小柔，两人从相识到相恋只用了短短3个月。当林志宏向小柔求婚时，整个公司都震惊了，一个贵州山区出来的孤女居然要嫁入台湾豪门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小柔的表姐杨丽知道这事后，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，别做梦了，台湾富二代怎么可能真心娶你，肯定是骗你的。在小柔订婚宴上，表姐杨丽当着所有亲友的面讽刺道，表妹啊，我劝你别去台湾受罪，那边的豪门最会玩弄大陆女孩了，等着哭着回来吧。小柔没有反驳，只是淡淡一笑，而林志宏则拉着她的手说，别担心，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的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台湾的豪门望族跟大陆的不太一样，大陆的土豪多半是近几十年发家的，有钱但不一定有底蕴。而台湾的老牌家族很多已经传承几代人了，不仅有钱，还很注重家族教育和社会形象。林家就是这样的台湾望族，家族产业从林志宏爷爷那辈就开始了，到现在已经是岛内顶尖的科技企业。林家人虽然富有，但生活作风低调，很少出现在娱乐板块上，而是经常参与慈善活动。林志宏作为家族接班人，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，先是台湾政治大学，然后去美国读了 MBA。 他不仅有学识，还有眼界和胸怀。在他看来，小柔的坚强和上进比出身更重要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气派但不张扬。小柔的婚纱是林家特意从法国定制的，价值1000万新台币。婚礼上，林家亲友对这位大陆媳妇的态度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好。林妈妈是个典型的台湾贤妻良母，待人温和有礼。她对小柔说的第一句话是，欢迎你加入林家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了。这句话让小柔当场泪崩，从小缺少母爱的她终于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但好景没持续多久，婚后的生活并非童话故事。林家虽然不像表姐说的那样会虐待大陆媳妇，但毕竟是大家族，规矩多，讲究多。小柔必须学习各种礼仪，应付各种社交场合，还要面对家族企业里的明争暗斗。最难的是语言障碍，虽然台湾也说中文，但很多词汇和表达方式都不同。比如小柔说垃圾桶，台湾人叫垃圾桶；小柔说土豆，台湾人叫马铃薯。这些小差异常常让她闹笑话。更要命的是，林家在台北社交圈地位很高，经常要参加各种晚宴和慈善活动。小柔每次出席都会被一些闲言碎语所困扰，听说是从大陆山区来的，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志宏呢？
大陆女孩不就是冲着钱来的吗？她那口音真的好乡下哦。这些话语如针扎在小柔心上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配不上林家，是不是应该像表姐说的那样，灰溜溜的回大陆去。就在小柔最困难的时候，林志宏成了她最坚强的后盾。他不仅在公开场合为妻子撑腰，还请了专业老师帮小柔提升气质和社交技巧。我娶你不是因为你的出身，而是因为你的灵魂。林志宏经常这样对小柔说，小柔也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。她白天跟着老师学习，晚上自己额外加练，从台湾腔到名媛礼仪，从西方餐桌礼仪到日本茶道，她都一一攻克。半年后，小柔已经能够从容地应对各种社交场合了。她的进步让林家人刮目相看，尤其是林爸爸，原本对这个大陆媳妇持保留态度的他，开始真心接纳小柔了。林爸爸是典型的台湾企业家，做事严谨，为人正直。他欣赏小柔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，更欣赏她不抱怨、不服输的精神。看到儿媳妇这么努力，他也开始带着小柔了解家族企业，让她参与一些项目的决策。婚后第2年，小柔怀孕了，这个好消息让整个林家欢欣鼓舞，特别是林妈妈天天变着花样给小柔炖汤补身体。好运气，我们林家有后了。林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。10月怀胎，小柔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，取名林胜。有了孩子后，小柔在林家的地位更加稳固了。林爸爸甚至开始考虑让小柔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。你有经商天赋，比志宏还要敏锐。林爸爸这样评价小柔。确实，小柔虽然出身贫寒，但头脑灵活，特别会察言观色，这在商场上是难得的天赋。加上她的大陆背景，对两岸市场都有独特的理解。在林爸爸的支持下，小柔开始负责林家企业的大陆市场拓展。他提出了许多创新点子，使公司产品在大陆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。3年内，林家企业在大陆的销售额翻了3倍。这个儿媳妇真是我们林家的福星啊！林爸爸逢人就夸。小柔的成功不仅仅在事业上，她的家庭生活也十分美满。林志宏是个体贴的丈夫，从不因为工作忙而忽视家庭，每天无论多晚回家，都会陪儿子玩一会儿才去处理其他事情。家和才能万事兴，这是林志宏常说的话。就这样，小柔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顺心如意。她不仅适应了台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还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林家企业因为她的加入，实现了新的增长点，家族财富也随之增加。然而，小柔从未忘记自己的根，每年春节，她都会捐款给贵州老家的福利院，资助那里的孩子们上学。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，希望那些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孩子们也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。知识改变命运，这不是空话。小柔常对资助的孩子们说，婚后第5年，小柔决定回老家看看。此时的她已经是林家企业的副总裁，负责整个亚太地区的业务拓展。她的穿着举止早已脱去乡土气息，举手投足间尽显名媛风范。回到老家的那天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。当年那个被送进福利院的可怜女孩，如今竟然开着豪车，带着名贵珠宝回来了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她身边还跟着一位英俊潇洒的外国人。在村民眼里，台湾人就是34，外国人井号34，和一个可爱的混血小男孩，这不是小柔吗？哎呦喂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！村里的老人感叹道。小柔的回归可谓衣锦还乡，但她并没有骄傲自满。他去看望了福利院的老院长，资助了几个贫困学生，还为村里修建了图书馆和卫生室。人气最高的当然要数与表姐杨丽的重逢了。当年扬言井号34，等着哭着回来吧34的表姐，如今已经是县城一家小超市的老板娘。见到焕然一新的小柔，她先是震惊，然后是尴尬，最后竟然泪流满面的道歉：表妹，这些年我对不起你，我当年真是瞎了眼，看不出你的不凡。杨丽声泪俱下地说。小柔微笑着看着表姐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当年的嘲讽和轻视，曾经如针尖般刺痛她的心，但现在这些都已云淡风轻。表姐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我的运气好一些，遇到了真心对我好的人。小柔语气温和，没有一丝炫耀或者报复的意思。
杨丽愣住了，她原本以为小柔会趁机羞辱她，或者至少会冷嘲热讽几句，但小柔的大度让她更加惭愧。你能原谅我吗？杨丽低声问道。当然，我们是亲人啊。小柔伸出手，轻轻拍了拍表姐的肩膀。这一幕被村民们看在眼里，大家都被小柔的宽容所感动。原来，真正的强者不是靠贬低他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而是通过提升自己，然后再去帮助曾经伤害过你的人。表姐，我听说你开了家超市，生意还不错吧？小柔转移话题，缓解尴尬气氛。还行吧，就是县城竞争太大了，最近开了家大型连锁超市，我们生意受了不少影响。杨丽叹了口气。小柔眼睛一亮，我正好认识几家台湾的优质食品供应商，他们的产品在大陆还没有完全铺开，要不我引荐给你，你可以尝试引进一些新产品，做差异化经营。杨丽瞪大眼睛，你愿意帮我？干嘛不呢？你是我表姐啊，小柔真诚地说。就这样，在小柔的帮助下，杨丽的小超市引进了一批台湾特色食品和日用品，生意逐渐好转起来，这让村里人更加佩服小柔的胸襟和智慧。真是贵人啊，不计前嫌，还帮衬亲戚，了不起。村里人纷纷点赞。小柔在家乡停留了1周，期间她考察了当地的农产品情况，发现贵州的有机农产品品质优良，但缺乏有效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包装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形成，何不利用林家在台湾的渠道和资源，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打开市场。回到台湾后，小柔立即向林爸爸和林志宏提出了这个想法。爸，志宏，我想成立一个前台农业合作项目，帮助贵州农产品进入台湾市场，同时也将台湾的农业技术引入贵州。小柔眼中闪烁着热情的光芒。林爸爸思考片刻，点头赞同，这是个双赢的好想法。贵州的生态环境保存完好，出产的农产品确实品质上乘，而且这样的项目不仅有商业价值，还有社会意义，我全力支持你。林志宏握住妻子的手，其实我早就想说，你不仅是个好妻子、好妈妈，还是个有远见的商业人才。就这样，在林家的支持下，小柔创立了前台琴品牌，专门经营贵州特色农产品的台湾市场。她严格把关产品质量，精心设计包装，让贵州的土特产摇身一变，成为台湾市场上的高端有机食品。前台琴推出不到半年，就在台湾市场打出了名气。贵州的山茶油、野生蜂蜜、茅台镇、白酒等产品受到台湾消费者的追捧。项目成功不仅为林家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，更带动了贵州当地农民的收入提升。谢谢你，小柔，让我们村的猕猴桃卖出了好价钱。家乡的老乡们经常这样在电话中感谢他。小柔的成功故事很快传遍了整个贵州，甚至引起了省领导的关注。在他的第2次回乡时，当地政府特意安排了接见，感谢他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。柔总，您能否考虑在家乡建立一个加工厂，直接在本地完成产品的深加工和包装，这样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县长热情地提议，这正是我下一步的计划。小柔自信地回答。而且我想把福利院的孩子们也纳入这个就业计划，给他们提供专业培训和工作机会。县长连连点头，太好了，政府会全力支持，提供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。婚后第7年，小柔的前台农业合作项目已经发展成为两岸知名的成功案例，不仅带动了当地就业，还促进了两岸民间交流。他本人也多次受邀参加两岸经贸论坛，分享他的创业经验和两岸合作心得。在一次重要的两岸企业家峰会上，小柔被授予杰出两岸交流贡献奖。领奖时，他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。我是一个从贵州山区走出来的女孩，命运给了我很多苦难，但也给了我遇见贵人的机会。今天的我，既是台湾媳妇，也是贵州女儿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搭建起两岸民间交流的桥梁，让更多台湾朋友了解大陆，也让大陆朋友了解真实的台湾。台下掌声雷动，许多人被他的故事和情怀所打动。这场演讲被两岸媒体广泛报道，小柔一夜之间成为了两岸交流的民间代表。更重要的是，
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像他一样出身贫寒但怀揣梦想的年轻人。婚后第10年，小柔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慈善家。她不仅管理着前台琴品牌，还创办了新桥基金会，专门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。每年，她都会拿出公司利润的10%用于慈善事业。这一年，小柔决定带着一家人回贵州老家过春节。如今的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除了长子林胜外，3年前她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林雨桐。回到家乡，变化之大令小柔惊讶不已。曾经贫困的山村，如今已是一派繁荣景象。村民们住上了新房，家家户户都有了自来水和宽带网络，就连村小学都建起了崭新的教学楼和电脑室。这都是因为你带动的前台琴产业啊！村支书激动地说，现在我们村人均收入比5年前翻了3倍。小柔欣慰地笑了，她带着丈夫和孩子们走访了村里每一户人家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。每到一处，村民们都热情招待，纷纷拿出自家产的农产品请他们品尝。在村委会举办的欢迎会上，表姐杨丽也来了。如今的她已经不再是小超市老板娘，而是前台琴县级代理商，负责当地农产品的收购和初加工。表妹，不对，应该叫你柔总了。杨丽半开玩笑地说，说真的，要不是你当年回来帮我，我可能早就关门大吉了。你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，也让我明白了，只有真心诚意对人，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支持。小柔笑着摇摇头，叫我小柔就好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努力前行，能够互相帮助，是缘分，也是福气。欢迎会上，小柔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，她将在村里建立一个前台琴农产品研发中心，引进台湾先进的农业技术，帮助村民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。这个研发中心不仅将为村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，还会成为年轻人学习新技术的平台。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，建设自己的家乡。小柔真诚地说，村民们热烈鼓掌，眼中满是感激和敬佩。这些年来，小柔不仅自己成功了，还带动了整个家乡的发展，这样的情怀和担当让人肃然起敬。春节期间，林志宏和林爸爸、林妈妈也深入了解了贵州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潜力，特别是林爸爸，他对贵州的生态环境和人文风情非常赞赏。我们台湾人对大陆的了解还很不够，林爸爸感慨道，以前总觉得大陆落后、贫穷，但实际来了才发现，这里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潜力。小柔，你的眼光很准，提前看到了这里的发展机会。爸，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，搭建起两岸了解的桥梁。小柔动情地说，两岸同胞血脉相连，只有加深了解，增进感情，才能共同发展，共创未来。林志宏紧握着妻子的手，眼中满是自豪。我最初被你吸引，是因为你的坚强和善良。现在我更佩服你的远见和情怀，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小柔靠在丈夫肩膀上，幸福地笑了。10年前，当她决定嫁给林志宏时，多少人不看好，表姐甚至预言她会哭着回来。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不仅在台湾站稳了脚跟，还带动了家乡的发展，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。除夕夜，全村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，欢声笑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席间，表姐杨丽突然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，声音有些哽咽，我要敬小柔一杯。10年前，我曾经说过，等着哭着回来吧，这样伤人的话。今天，小柔确实回来了，但她带回来的不是眼泪，而是希望和机会。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人生的道路不止一条，只要心怀梦想，坚持努力，哪怕从最卑微的起点出发，也能到达成功的彼岸。干杯！全村人齐声呼应，酒杯相碰，笑容满面。小柔被深深感动了，她举起酒杯，环顾四周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心中充满感恩。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也要谢谢表姐当年的激励，正是那句等着哭着回来吧，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在台湾闯出一片天的决心。人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每一步都是成长的机会。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鼓励更多像我一样出身不好，但心怀梦想的年轻人。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只要不放弃，就一定能等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天。
林志宏紧握着妻子的手，眼中满是自豪。我最初被你吸引，是因为你的坚强和善良。现在我更佩服你的远见和情怀，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小柔靠在丈夫肩膀上，幸福地笑了。10年前，当她决定嫁给林志宏时，多少人不看好，表姐甚至预言她会哭着回来。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不仅在台湾站稳了脚跟，还带动了家乡的发展，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。除夕夜，全村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，欢声笑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席间，表姐杨丽突然站起来，举起酒杯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我要敬小柔一杯。10年前，我曾经说过，等着哭着回来吧，这样伤人的话。今天，小柔确实回来了，但她带回来的不是眼泪，而是希望和机会。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人生的道路不止一条，只要心怀梦想，坚持努力，哪怕从最卑微的起点出发，也能到达成功的彼岸。干杯！”全村人齐声呼应，酒杯相碰，笑容满面。小柔被深深感动了，她举起酒杯，环顾四周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心中充满感恩。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也要谢谢表姐当年的激励，正是那句等着哭着回来吧，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在台湾闯出一片天的决心。人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每一步都是成长的机会。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鼓励更多像我一样出身不好，但心怀梦想的年轻人。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只要不放弃，就一定能等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天。夜幕降临，璀璨的烟花在村庄上空绽放。小柔站在院子里，望着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，又看看身边相濡以沫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们，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幸福。从贵州山村到台湾豪门，从福利院孤女到成功企业家，小柔的人生经历了太多坎坷和挑战，但正是这些经历，塑造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宽广的胸怀，也让她拥有了超越地域和文化差异的独特视角。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沿途的风景和成长。小柔常这样告诉孩子们。如今的小柔不仅是林家的好媳妇，更是两岸交流的民间大使和家乡发展的推动者。她用自己的故事证明，无论出身如何，只要有梦想、有勇气、有坚持，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那句等着哭着回来吧的嘲讽，如今已化作前行路上的动力。小柔不仅没有哭着回来，反而带着满满的成就和骄傲回到家乡，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所有的质疑和偏见。这就是王小柔的故事，一个从贵州走出去的坚强女孩。她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，也用自己的爱心温暖他人，成为了两岸民众心中的传奇。哎呀，故事讲完了，我是丽姐，谢谢大家听我讲这个感人的故事。如果你们喜欢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哦，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相亲故事，下期再见啦！